请心内科门诊14号尤小丽到2号展室就诊。叶医生您好。你好。尤小丽是吧？现在什么情况？1.5公分的室缺，目前是肺动脉高压双向分流。什么时候发现肺高压的？小时候做心脏彩超，发现这个病的时候，肺动脉压力就蛮高的，家里也没太当回事。我先给你听一下吧。好。后来27、8岁怀孕以后，肺动脉的压力进一步升高了。这些年只要一活动，胸闷气急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，一直在服药来着。你用了靶向的降肺压药？对，这个新药的效果挺好的。我之前的医生说，可能有一定的手术机会了。按说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手术指征的。我听说东丽医院的心脏中心很厉害的，做了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。我是特意慕名而来的。您稍等一下。喂。喂，主任，我这里有个肺动脉高压的病人，情况比较特殊，1.5公分的室缺双向分流，病人有明确的手术意愿。您方便过来看一下吗？现在？行，我现在过来。你问问林主任，让他有空一起过来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主任。喂，林主任，门诊收了一个大室缺肺高压双向分流的病人，周主任请您过来一起看看。好，我马上过来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小然医生，你不是已经去重症科报道了吗？怎么过来了？5床和10床昨晚情况不太稳定，我再来看看他们。哎呀，病人情况很稳定，放心吧。林主任一大早就来检查过了。刚走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小东，你过来。这个病人有糖尿病，所以伤口恢复的会慢一些。下肢要经常观察和触摸。林主任也告诉我了。他还说呀，这段时间咱们这边但凡有什么问题，第一时间告诉他，他都会处理好的。小然，虽然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，但是放心去干吧。你这药吃了3个月了。才3个月，3件半反流和肺动脉反流就都减少了。主任，我能做手术吗？我之前的医生说，心内科、心外科都有办法处理我的室缺。你今年多大？17了，明年就成年了。没关系的，林主任，我妈妈的病一直都是我陪着在看，她的情况我很清楚的，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讲。行，我不建议做手术。你现在既然靶向药有效果，就可以继续保守治疗。我之前的医生跟我说，手术有希望的把我的室缺堵上或者补上。你肺动脉压很高，结合血气报告以及临床上口唇磁干的表现，做手术风险很大，获益却很小，所以我不建议做手术。我特意来你们医院，就是想做手术的。心导管检查做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收你入院，安排一些检查，仔细评估之后再做决定，好吗？好。该出院单了。好，妈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不要小瞧年轻的医生，年轻的医生也能养来真大神，对不对？
而且一咬还是咬2个呢。你去跟道观室沟通一下，尤小丽的心导管检查尽量加急。好的，主任。尤小丽现在的情况，是不是无论吃药还是手术，都无法彻底解决她的问题？是，而且她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差。她现在45岁，但是她的视缺在过去很多年完全可以及时治疗的，怎么就至于发展成今天这样的程度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吧，可能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，或者是没有相应的医疗意识，才拖到今天这个结果。好可惜。你再去请胸外科的段主任一起来会诊吧。好。显示你的肺血管阻力处于临界值，不适合手术。不管是失血封堵还是修复，我们都不建议。如果做手术的话，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比现在更糟。我同意周主任的意见。我明白。但是既然现在靶向药有效，那我是不是不应该错过这个难得的手术窗口期？根据目前你肺动脉硬化的程度判断，手术获益不明确，而且还要面对巨大的风险、创伤和费用。但是，如果我不试一下，我还是不甘心。比如说，这是你的心脏。现在这儿有了一个缺口，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把缺口补上，这样肺动脉的压力就会下来。但你的情况很特殊，如果我们只是堵上了这个缺口，左心室分流到右心室的血液是没有了，但右心室分流到左心室的这条通道也就关闭了，右心室的血液就只能流到肺动脉里。如果你的肺动脉压力不可逆的话，就会造成急性右心衰，后果很严重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我们做任何医疗决策，我们都要衡量获益和代价。如果有所获益，代价又小，那当然应该做。但你的情况是获益证据不足，代价非常的大，那又何苦呢？还是先吃药吧。小林，主任，刚下手术啊？我听说有个肺高压的病人，手术意愿很强烈，但你拒绝给他做视觉修复。心内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，发现他肺血管的阻力已经到了临界值。如果现在再做修复，获益证据不够。哎，怪可惜的，才40几岁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就继续让他服靶向药。周主任，你们都让我继续吃药，以我现在的情况，还能撑过1年吗？这个我确实没办法保证。理解。我之前有个病友，本来都好好的，突然一下子断崖式恶化，没几个月就走了。周主任，您能不能帮帮我？只要能多活1年，哪怕就1年。所以你那么坚持要做手术，就是为了要多撑1年？为什么呢？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。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悲观，按时吃药，把病情控制好，维持一个好的心态，1年也不是没有希望的。谢谢周主任。你女儿呢？啊，她去送书了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你妈妈是个作家。我妈是一个童书作家。哎，这书我知道啊，前几天去书店的时候，它就在畅销书榜呢。是吗？啊，
给我的宝贝女儿琳琅。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啊？对呀，小的时候，我妈每晚都给我讲睡前故事，什么海的女儿、白雪公主、黑猫警长、葫芦娃，我都听腻了。她就给我现编，我最喜欢听她编的故事了，她就干脆把这些都写下来了，好有爱啊！是真好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谢谢你和你妈妈，我们会认真看的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母女俩感情真好。哎呀，这有小丽病得这么重，这几天就这么一个女孩在照顾她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属了。什么病啊？肺动脉高压，而且已经很严重了。你们说她妈妈万一要是……这小姑娘可怎么办呀？哎呦，小丽，哎呦，我的小丽，妈，哎呦，小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听说你要开大刀，我的眩晕症都给我吓犯了，我是整宿的睡不着觉啊，饭也吃不下。前2天下雨，我这老寒腿又疼得厉害，还指望着小姑娘的福。我天啊，我的命真是太苦了。哎呦，玲玲！哎，病人家属，声音小点，还有其他病人呢。妈，命太苦了。你把琳琅放开，你松开一下。琳琅啊，你到楼下便利店去买个湿巾，手口用的，再给外婆买一些敷膝盖的热贴。好。真是太苦了。护士姐姐，我要下楼去买个东西，这会儿我外婆在里边呢。一会儿要是妈妈有什么事儿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不走远。好的，放心吧啊。谢谢。你刚才看见了吧？有小丽病这么重，那个当妈的从进门开始，一句关心和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哭的句句是自己的苦，这不纯给病人添堵。你写书，不是赚了不少的钱吗？怎么还把房子卖了？我病得太重了，要一直服药，而且我还打算做手术，我那点积蓄不够。卖了多少钱？得好几百万吧。不管怎么样，琳琅还有外公外婆和小姨小姨夫呢。你要真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钱放我这儿，琳琅让你妹妹管，也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。养孩子不光是添双筷子的事儿。再说了，你凭什么做妹妹的主？自己家的孩子，我们不会亏待他的。你们也不会善待他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爸养你23年，把你养到大学毕业，是饿着你了，还是冻着你了？怎么就不善待了？我这个病，但凡你们当时重视一点，就不会拖到今天这么严重。我们那是不懂，还以为你就是小姑娘撒娇。我当时喜欢文科，你非要我选理科，让我学会计，就是想我毕业后到你们超市打工。妹妹学习成绩好，考985、211的功课都没有问题，你们偏要偷偷把她志愿改成了幼师。幼师多好啊，那又会带孩子，那哪家公婆不喜欢呢？对，你们说的都对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你这么远过来，辛苦你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哼，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等琳琅回来，我直接跟他说道去。你不用等他，一切都是我的决定，你不许去打扰他。哎，我是他外婆，
我连跟孩子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，你也太霸道了吧！你现在知道你是他外婆了。他从出生到现在，你是抱过他一下，还是给他换过一片尿布？你是给他买过一件衣服，还是一块糖？你们心里从来都只有自己。你现在跟我算这个账了啊？那你写书赚了那么多钱，我跟你爸也没怎么想到你的福啊。对不起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我的能力有限，只能顾我自己和琳琅了。琳琅我们能顾，我们都打算好了。他学习还行，大学学个护理，将来当个护士。你看你现在身体这样，我跟你爸年纪又大了，将来家里有个护士照应着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咋了？呼吸困难吗？不舒服？怎么了？怎么就这样了？医生，快！家属靠后。病人情况不稳定，家属说话注意点。我可没怎么烫啊。尤小丽今天肺高压危象，抢救之后暂时缓过来了，但是她的状态还是很不好。氧饱和现在多少？90左右。这2天让他严格卧床休息，避免活动，情绪要尽量保持平稳。对不起啊，主任，我本来是想他在病房住着，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女儿，心情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没想到他妈妈……我明白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再观察一下吧，要不行就转去监护室，也能隔绝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。好。魏主任，行，我马上过去。孩子呢接受了正规治疗，我们也观察了有2个星期了，但是他现在的动脉导管直径呢并没有变细，更没有闭合的迹象，而且呢一直需要呼吸机呢来辅助治疗。血压方面呢还是靠药物来维持着。目前来看呢，这个肾功能呢还有轻微的损伤，肌酐有点高，肚子也开始发胀了，这说明孩子的肠道功能也不是太好。那接下来该怎么治啊？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想办法关闭动脉导管。有2种方案，一种是外科手术结扎，但是孩子太小了，开胸手术创伤很大，他恐怕承受不住。另一种是内科的微创介入，从腿上的血管送一个封堵器进去，把洞给堵上。但是孩子现在的体重只有800克出头，他的血管非常的细，所以介入操作的难度会很高。全世界范围的成功案例也不多。如果这个洞堵上了，他以后能跟其他的小孩一样吗？如果能够成功封堵，从心脏发育的角度来说，预后还是不错的。但是毕竟他是一个超早产儿，未来可能还是要面对其他的挑战。诸葛文祥这些天已经花了好几万了，接下来再做个手术。哎，周主任，做手术是不是还有好几万啊？那社保呢？你们给孩子办新生儿社保了吗？别哭了。我们的户口都在老家，孩子的社保在东江上不了，得回老家办。可以异地备案，然后在东江异地结算，这样就不用先垫付后报销了。还有啊，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地方对这种及早早产儿是有些资助跟补贴的？具体怎么办呢？这事交给我吧，我去把具体流程都弄清楚，我来帮你们尽快办下来。谢谢你啊，欧阳姐姐。别哭了，你要真想谢我啊，就好好先把自己照顾好啊。给孩子取名字了吗？办理社保需要名字。怀孕的时候我们想了几个，但是一直没定下来。现在想想，也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。要不就叫龚佑康吧，保佑的佑，健康的康。
小名就叫豆豆。好名字。那你们俩等我消息，我这就去问。照顾好他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前方直行1公里后右转。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儿童医院复查，今天特意约了东大附属儿科医院的专家好，不同的医生都看看嘛。是啊，交叉验证一下没坏处。周叔叔，我为什么会生病？我怎么打喷嚏了？你看，周叔叔也感冒了，是不是？森林，人都是会生病的，生病很正常，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。还有，周叔叔是做什么的？是医生，是治病的。对啊，所以生病也不用害怕，妈妈会保护你，医生也会帮助你。我妈妈也这么说，我妈妈还说，周叔叔是很厉害的医生，治病的本领很大。哦，对，长得还很帅。妈妈很有眼光。周叔叔的衣服怎么香香的？领航辅助已开启。是吗？是和妈妈身上一样的香味儿。今天怎么话这么多？你休息一下吧，啊。挤多了。好幼稚。你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森林，是你点的超级至尊。森林，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店吗？你今天多吃点好吗？谢谢。莫红才跟我说你在帮他办新生儿社保。我已经咨询过了，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应该很快就会办下来，可以一笔结算。太好了，这样他们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，都会有你。就是动动嘴、跑跑腿的事情嘛，能帮到他们，我也挺开心的。他们现在决定要手术，所以我也想问问你，有没有适合他们孩子的产品？其实是有的，不过只适用于动脉导管直径3.5毫米以下，3.5毫米以上呢，也不是绝对不可能。我也看过一些零星的报道，只是涉及到超适应症使用。我本来还在考虑请我妈过来帮忙，她刚好快从成都回来了，只有她有足够的经验跟技术来完成这个手术。但如果产品不适用的话，我直话直说，这个事情如果是成功了，当然好；如果失败了，超适应症使用产品可能就会被质疑，那方教授就会在同一个坑里栽2个跟头。是啊，有何学妹在先，也不知道董理还愿不愿意跟他再合作。是。我们跟方教授已经终止了合作，这一次重启的话，时间间隔还不到1年，会不会引起其他同志的意见？当然了，我不是站在医院的立场上说这个事情，这么高难度的介入，对于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有挑战的。是。但是方教授这段时间在外地也做过类似的高难度介入，累积了更多的成功案例。而且您也知道 ，HSPD 如果不干预的话，孩子很快就会夭折的。王院长，您是大前辈，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，您一定清楚，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，如果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的话，那病人就永远看不到希望了。
方教授知道小豆豆的事了？是吗？新兴论坛有人发了。没有通知呢。哦，没事。对，他在保温箱已经住了4周了，药物治疗没有起作用。这个手术确实很有难度，也只有您能做。我没问题。家属的意愿怎么样？我就知道啊，跟您开口，您一定会答应的。家属意愿很明确。那病人的资料能发给我看一下吗？他这个情况的确是合适 PDA 介入的，出生了4周才长了20克，那不介入的话真的没希望了。尽快做评估吧。你跟院领导说过吗？都沟通过了。妈，这次手术，我想跟您一起上台，做您的助手。大材小用了。这么好的学习机会，怎么能错过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一次，我来担任方教授的助手，这样不管对内对外，都可以说是我牵头这台手术。如果有任何情况，我来承担。那产品没问题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您这么快就看出来了？这能瞒得住啊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前不久，想说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的。我回来了，你说吧。不过你俩的身份、医院、公司都没问题吗？不管了。您放心，生活跟工作我们2个一定会非常有分寸的。我放心，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们家这个单身汉老大难，兜兜转转10几年，还是得你啊。老大难？有多难？来庆祝一下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方大神愿意再次出手。哎呀，这魄力，我是真佩服呀！方教授这次手术用的产品还是委托咱们公司。这次的产品可能比较小众啊，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魄力啊？你少来这激将法！咱们开门做生意，从来不会把客户往外推。他想要什么产品，我们就想办法的满足他。行。那我回头把详细资料发您。还有啊，我想帮小豆豆争取一些基金会的资助。那孩子家境确实不太好。没问题，不过是有条件的啊。我就知道，什么条件？王之峰前2天给我打电话了。欧阳，你的个人生活我不干涉啊。你和大主任关系好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但是既然王院长开口了，咱也得罪不起领导啊。给你换个区域吧。你有什么区域能给我换啊？阜山医院啊，在东江郊区开了一家分院，投资不小。远是远了点儿，但它毕竟是大3甲医院背书啊。未来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，包括那个昆城医院，你都可以走动走动。开疆辟土的人是我吧？出去打猎回来，肉都给大家分了，最后我呢，只是个啃骨头的命。你看，哎，你这嘴呀，就是不饶人。我不会亏待你的，绩效奖金、权重咱们可以重新谈，我给你大幅度提升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支持，尽管提。
就别让我夹在你和甲方中间了。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。真是太好了，有您出手，小豆豆一定大有希望。我也回去查了一下，3.5毫米极低体重早产儿的 PDA 介入风度，目前在国际上都很少能查到相关指南。这个介入的确没有合适的风度器，但是第4代血管塞是可以代替的。我已经做过3例了，虽然情况都没有小豆豆的这么极端。但是如果我们多做几例的话，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循证依据，也可以提出中国专家的观点主张。是，绝对不能让那些老外们说了算。到时候你跟台吧。当然，我已经申请了，跟厂家技师一起过去。辛苦你了。我听说，上次那妈妈是突发情况，胎儿缺氧，也是你紧急处理的。是。红霞那天自己也吓坏了，作为母亲，我很能理解她的心情。方教授，您知道我有个孩子吧？他还好吗？目前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，已经上小学了，按时复查随访就可以。辛苦你了。那倒没有。我从知道小森林生病以后呢，一门心思的就想赚钱，好好陪伴他，抚养他，希望他可以平安长大。后来再次遇见小峰，一开始我也没有其他别的念头，后来我也没想到，是缘分，挺好的。是。不过您放心，我给小森林已经做了一定的规划，绝对不会拖累小峰的。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小峰一向很有主见，既然他决定跟你在一起，一定已经想清楚了。我嘛，你就更不用担心了，我都理解的。谢谢您，谢谢您的理解。手术时间到了，我会告诉你。产品是现成的吧？是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孩子的整体状况维持的还是不错的，也没有合并其他的心脏畸形、腹股沟动静脉情况都正常，所以我觉得穿刺成功率还是很高的。总体评估下来，我认为 PDA 风度我们可以尝试。那这样看下来，孩子还算是幸运，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。不过像这样极低体重的早产儿，从新生儿、重症监护病房到导管室这一路上就很危险，一旦产生低温现象的话，一系列的并发症都可能会发生。那这个交给我们，我们新生儿科和麻醉科这边会确保孩子转运安全的。手术床这方面，我们也会用保温毯预热到37度以上。手术团队呢，我可以给您配比我们全院各个科室顶尖高手，但是无论如何要保证手术的成功和安全。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呢，可以随时叫我。谢谢王院长。大神就是大神啊，这才过去多久，丝毫不受影响。有啊，方教授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方教授和周主任同台手术。天哪，这么小的孩子，那心脏不就跟个小鹌鹑蛋那么大吗？骨静脉可能就2毫米左右，这种情况下操控简直是挑战极限。就好像一颗生的鹌鹑蛋放到吸管杯里，要紧通过一根导丝穿过比牙签还要细的弯弯曲曲的吸管，穿过蛋壳，送塞子进去，把蛋黄隔膜上的洞补上，既不能伤到蛋，更不能伤到吸管。你要想啊，那心脏一直还在跳着呢。
这边左侧位。测量一下。就跟我们预判的一样，血管塞使用6毫米的。封堵器到位，廖主任，朝上看一下。没有残余分流，没有影响左肺动脉和降主动脉血流。血管塞里面有一点点渗流，不过这没关系。关键是要看稳定性，我们要做推拉实验。没有移位，然后你看，血管塞在 PDA 里面有轻微的变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血管塞有轻微变形，就表示在动脉导管里堵的松紧正合适，大小选的也合适，这样不容易移位。可以释放了。廖主任，再看一下。没有移位，渗漏也越来越少了。我们成功了。今天天气真不错啊！干了票大的，神清气爽。你还得回公司吗？还是去我办公室喝一口咖啡？咖啡就不用了。你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还卖关子？调岗？调去哪儿？釜山医院在郊区新开了一个分院，规模还挺大的，还有昆山区域整个都给我了。那么偏远的地区，晋升也太过分了吧？也不是他强迫我的，我自己愿意的。那你这是为什么呢？不
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我会处理的，你不需要动。这事儿不光是因为你的原因，秦总他帮助小豆豆争取到了资助，他兑现了承诺，我也兑现我的承诺，换个区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但这对你不公平啊！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说过，我说我上初中就已经立下志愿，一定要考医学院，本硕博连读，实习、规培、专培，再到临床，挺辛苦的，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去年，在我要离开临床的那一天，我竟然一个人哭了一个晚上。当年我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说有多激动，我脱下白袍的那一刻就有多心痛。10几年的梦想和努力，一朝放弃，那种心情你肯定能够理解。所以，我不想让你跟我感受到同样的遗憾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去世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逆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，来是我们颠簸，去是命运都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染尘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